再不到半个月要跨年了，观众朋友，台湾观光总体检来，我们就带您看到，从年头看到年尾，政府一开始喊1200万一年的外国旅客，后来发现最为高，1000万好了，1000万就达不到，退而求其次，不然900万拼拼看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现在政府换了一个说法，说800到900万其实对台湾刚刚好，为什么？真的做不到。居然只有840万的状况，政府改口说重质不重量。那我们就问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前面数字是在喊什么呢？另外更让人觉得看不懂的是，自己的观光僵局难解，政府却帮忙喊说大家冲日本，帮日本去做观光 KPI。我们就来看看12月台湾游客有没有超车中国，政府有帮忙吹啊。我们的政府是在抢救观光，很厉害，抢救自己，刚刚的无法配吗？好，俊相哥还有报讯的观众朋友，今天来谈观光。刚刚俊相哥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我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会想，俊相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是台湾的观光旅宿业者，听到我们的政府官员、我们的观光署、我们的交通部都跟大家讲破千万、破千万、破千万，他说我要准备啥？我要准备游览车，我要准备我的 hotel 啊，对吧？我都准备好来说，突然。我都准备好了，你跟我讲说下修变成是800-900万啊，你不给我明诺，好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第一点哈，就是说政府的政策要明确，观光破千万，我们从年初讲到现在已经12月18号了，观众朋友，再过2个礼拜就2026了，突然才回首一看，回眸一望啊，拍谁是发现我们达不到1000万，我们下修变900万，但是900万也没有，应该只有840万，为什么？因为统计到12月15才803万。我给15天你被900万，所以观众朋友先做第一个结论：1000万的一年的观光的目标破了没有？900万没有，跟他你也是你话给有1000万无，900万无，就要存800万。好，先讲这个，那边800多万的话，现在就讲个问题，就那你要检讨啊，为什么当初设定是1000万，可能还要1200万、1500万，对不对？怎么没有达标，反而倒丢？这第一个，第二个是倒丢以后发现说，倒丢以后呢？丢的还不错，所以呢，观光署的署长居然跟大家讲说，其实这样看起来哈，800万、900万，我看你讲这个数字，反而对台湾还更好。那哪渣呢？这等我唾面自干呢，做没搞你们都爱反省，你得这个嘟好，对不对？你刚讲说，我希望我儿子长到180，就后来没有，170其实更帅。不论几开心的时候，你想要被攻1000万，好，那我们回过头来了哈。今天陈玉秀署长跟大家讲说，我们现在看了一下。日本不是最近很多中国大陆都不去吗？他们说观光减压，人少了以后空气变得更清新了。对，我们台湾应该要重质不重量，所以原本一直讲1000万，从疫情以后就已经讲了2-3年了，就是希望能够达到1000万。现在突然发现1000万达不到，都丢说回来讲说8-9万才更适中。那等一下，那你要为去年、前年。之前的评估，先跟大家说，先死密码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们评估错了，因为很多相关的旅宿，我不是观光业者，可观光业者会去算，我们如果有那样的人的话，我们大概多少？你所做的准备，最后观光客没有来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失望。第二个，为什么说回来？俊相哥很简单，我们报新闻要跟大家讲更深一点，不是只有账面上，而是看来已经铁了心肠。我们光是从今年年初2025快过了，就来想说，观光客、陆客、陆团自由行，对不对？现在显然已经做成了基本的判断，不来了，没有了。再讲一次，没有了。所以呢，没有1年400万的陆客。马英九前总统的时候是1年400万，我不要讲400万，我直接给你对砍200万好了，一半。那现在今年预估是多少？840。俊相哥，请问840加200是多少？多1000万啊，就破1000万了嘛。所以只要有陆客，肯定破1000万嘛。那我今天并不是一个陆客呼喊者，说没有陆客我不会死，不是。我只是务实的看到说，原来这么简单。报新闻告诉你，原来我们的交通部观光署已经做了决定了，不要陆客，陆客也来不了了，所以直接下修变成1年800到900万。政府会跟你讲说，跟陆客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，是因为今年的风灾接二连三啦，对，破坏了啦。所以观众们要知道哦，这个台湾海峡两岸旅行的发展协会的这个理事长萧伯仁，他就是看到跟我一样的问题，你就是达不到 KPI。你就是不愿意妥协，也不找陆客，然后政治上又对冲的时候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达到1000万。你现在反而说回来，那你要知道，现在目前台湾只能承受800-900万观光客的这个评估，如果早就已经确认，那怎么会有喊出1年1000万旅客的一个标准呢？如果你今天只能够一天吃3餐，我的胃都被憋破啊！
结果你跟我讲说，我一天要吃8餐，后来反正就收回说3餐比较适合，不对。如果你本来的目标真的是1000万达不到，应该要跟大家说为什么，而不是说，哎呀，我们现在才终于蓦然回首，发现说800万旅客一年才是最漂亮、最能够让台湾观光好的。好，那事已至此，第二个重点讲到这里，显然我们的观光署已经放弃了陆客，而没有陆客不可能破1000万，所以明年的目标甚至可能下修，直接跟你喊1年850万或1年900万，就没有1000万旅客这样的目标了。好，讲到了一个重点，就是这4个字叫做重质不重量。这几个字，你如果真能落实的话，我就问，怎么会出现越来越喇叭口、越失控的观光的逆差呢？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是什么？是来台湾的人数本来希望1000万，那现在看起来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明年我看也不会。但是不只是没有来台湾，台湾的人还跑到国外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国旅，你说垦丁，你说花莲，除了期待国外的观光客来，日本、韩国、越南，还有中国大陆，那中国大陆不来啦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你去一对应以后，那中国大陆的旅客有没有来台湾玩？没有。那台湾的旅客有没有去中国大陆？有。所以呢，就出现了很明确的叫做观光逆差。我们赚不了陆客的钱，但我们的旅客依旧跑去泰山、去北上广深、去哪里云南，对不对？我看到很多地方都很好玩，去这个万里长城。所以呢，现在两岸的观光逆差今年是多少？1520亿。也就是我们去对岸旅游花钱，而对岸不来台湾旅游花钱，所以相关旅游财才会讲说那是喵到挖的可以。那这个数字就是表示我们把钱花在中国大陆，但却赚不到的钱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，还有第二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不但去中国大陆花钱，我们还去日本花钱啊。所以日本的部分，尤其在高市早苗手上讲完以后，林佳龙部长话打给赶快冲啊，我们冲一波，对不对？要超过这个中国大陆。看来虽然这个目标在11月没有达成，12月不知道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俊哥你看哦，日本的观光这个单位呢，在这个就是前几天公布了11月，因为现在12月嘛，11月的日本旅游人数当中，台湾去多少人？台湾去54万多人，中国去多少人？去56万，哎呦，追上来了呢，差能班波追上来了。那中国大陆有14亿人，对，台湾2300万人，人口差60倍，但是数字只差了1-2万，所以代表什么？代表台湾人真的往日本冲。那中国大陆因为这个中日两国的关系紧张，所以台湾真的有可能超过大陆。但问题是这个东西讲完以后，可能林佳龙部长这句话 KPI 达标，国旅的业者又担心啊，我们国旅的业者都没有办法赚到钱啊！那第二个担心是什么？当你已经大家都往日本冲的时候，俊相哥一句话叫做"物以稀为贵"。对，台湾的民众跟旅客喜欢去日本，所以台湾飞日本的机票，上一次我就跟大家讲过了，中国大陆不去，对不对？上海取消很多日本航班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上海买去日本的机票便宜，不让这样。但台湾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台湾还是一样，基班班都客满，所以我们现在去日本的机票都是2万起跳，去很多地方我都查了啦，Okinawa 也贵，大阪也贵，东京也贵。有一个旅客他就讲说那我们飞去日本2000多公里，他同一天看飞去新加坡3000多公里，结果新加坡的机票大概1万，去东京要2万。飞近的比较贵，飞远的比较便宜，为什么？那就是供需问题。现在去日本，大家抢得去，所以机票、住宿都越来越贵。好啦，讲一个无输赢，台湾的观光单无人，你这摆个直直甲大家吹去日本去，赶快解决一下为什么台湾单无人？最大的问题就是房价，而年底要到了，这个跨年订房就是一面照妖镜了。现在已经快要跨年了，那很多人其实早就订房了，还没订房的。说实在的，你可能也订不到了。那跨年时期，现在在台北市比较怎么讲，星级以上的饭店，一个晚上，俊强哥看一下多少钱，大概都快要3万块。仅没上班，我只叫不懂。如果你说我今天我还住台中，我没有在台北工作，对不对？我想说，我要去看101烟火然后要你喷1个月的薪水，结果我一个晚上就要29600，我实在不懂。那有很多人都讲说，怎么办？可不可以限制不要在假日的时候、过年的时候、节庆的时候、演唱会的时候那么贵？我们行政院长卓荣泰讲说，对不起，没办法，因为这是市场机制啊，我不可能让它变那么贵。但观众朋友，我有跟大家报告了这是年年如此。过往，尤其是在台北市的信义区有101烟火的那个区域，以往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原本一般简单的商旅2500，这算是中等的，不是多高级的什么5星级酒店。
但是一遇到跨年的时候，这边是快3万，但你知道一般的商旅只是简单的一个大床，然后一个厕所，对，也要到快1万块9600啊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，他们其实相对都是4倍跳，对，这个也是4倍跳。对，所以呢，平常一间大概7、8千的，到跨年的时候要变3万，平常一间2、3千的，到了跨年要破万，所以怎么办？我们台湾的住宿真的不便宜，其他国家包含日本、韩国来台湾，你会发现说，你这个讲的，伟汉讲的是星级酒店或一般的商务旅馆。那有没有像胶囊旅馆？有没有那种背包旅客更便宜一点？对，它还是一样，也是4倍贵。它一样会从一个晚上大概8、900变成是2、3千，所以呢，一样都把它提升上来。那这种状况，你把价格写在这上面，有没有？这个我们去看标的清楚也就算了。俊相哥，现在麻烦是哪里？你在问说为什么国旅不好？国旅不好就是因为房价太高，房价太高，大家反而犹豫干脆我去日本了。第二个，有时候就受了一肚子气。我明明看到价格是那样，电话都打过去了，我要订房。但是电话一挂掉，明天再联络，马上涨6000。大概 Kimoji 的背后啊，有一个人跑去订跨年的时候的民宿，那这个它是一样好几个家庭，18个人观众，这不是一个人，18个人把整栋民宿包起来，所以它价格并不便宜，它的价格要4万多块。可是呢，讲好了又挂掉电话，再联络以后联络不到人，过了几天在联络上说，黄先生你别来啊，我跟你讲今晚拍谁，我们的价格有稍微调动一下，还要再多5、6千，那张工有什么想那样？所以大家就觉得说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把价格给提高，那大家就会感觉 Kimoji 哇路易。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，俊相又来了，谢谢大家，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，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，多不容易！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，他在播的时候，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。一段时间，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，真的无限感激。最后，我要跟大家瞪眼看，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，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。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